这就是我们从前学的三角函数的知识。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种题型我们要研究一下倾斜角和斜率的关系。我们既然知道了直线的倾斜角，我们也知道了这个直线的斜率，知道了直线的斜率它是由倾斜角，当倾斜角不等于90度的时候，倾斜角的正切值就是斜率，说明它们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型，就是我们要研究倾斜角和斜率的关系。由于 K 是等于弹进的谁的角是倾斜角，它呢特别像我们以前学过的正切函数 y 等于弹进的 x， 这是角的正切的值这是 y， 所以呢我就画了正切的曲线。那么有的同学就发现了，说老师你画的这个正切的曲线为什么这个不是从负二分之派到二分之派这部分怎么没有？因为我们倾斜角它是0度到180度之间，我们用不到这些负角，用不着派之外的角，大于180度的角我们都用不上，而且180度的角这个也是空心的，所以呢我们只需要保留正切函数的这么2小段0到派之间的这2小段图像就可以了。好，那它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一道题吧。这道题呢，我们快速的读一下题。已知点 A 点 B， 直线 L 还过了一个点 P， 并且和线段 AB 相交，而且斜率是存在的。让我们求一下它的斜率的取值范围。好了，我建立直角坐标系，把2个点标注在数轴上。点 A 的坐标是3逗1，1、2、3、1。点 A 的坐标这是3逗1。点 B 的坐标-1、-2、-3、-4都-1，这是点 B 的坐标-4逗-1。点 P 的坐标是-2逗3、2、3。点 B 的坐标是-2逗3。有一条直线 L， 这是点 P 的坐标，有一条直线 L 经过点 P， -2逗3。我把它看成2逗3，所以同学们一定要特别的留意横坐标是-2，纵坐标是3，点 P 是-2逗3。有一条直线 L。经过点 P 与线段 AB 相交，好吧，我把 AB 连上，这是线段 AB， 和它相交并且斜率存在，让我求斜率的取值范围。那我怎么画呢？它要跟这条直线这个线段相交，不是和这条直线相交，所以我当然要搭边和它的端点连线，这是一种情形。搭边和它的端点连线，这又是一种情形。那么这种情形，它的倾斜角就是 x 轴绕着它和 x 轴的交点逆时针转到和它重合的时候所转过的角度，我们把它叫做阿尔法1。这种情形呢 ，x 轴绕着直线和它的交点逆时针方向旋转到和它和直线重合的时候所转过的这个角度，我们把它叫做阿尔法2。
那么当它处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它的斜率我用 K2 来表示。显然呢，它等于弹进它阿尔法2。当然，由于这条直线上它有2个已知的点啊，根据斜率的公式，这2个点的纵坐标之差3减-1 3加1除以横坐标之差-2减-4 2加4，它是2，它是4，4/2，它是等于2的。那么处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这条直线的斜率我用 K1 来表示。K1 它就等于弹进它阿尔法1。当然由于这条直线上这2个点我们都是知道的，另一个求斜率的公式，纵坐标的差3减1除以横坐标的差-2减3我们也能够表达它的斜率，这是-5/2。那么我的斜率的取值范围呢？我斜率的取值范围呢？接下来大家一定要把倾斜角，这是角谁的，和斜率的关系，也就是这2小段正切函数的图像，我们要画出来。K 是等于弹进的谁的？这是2/π，这样一小段正切曲线。这个呢是派不能等于180度，这是这样的一小段，无限的靠近，但是永远不能够到达。好，我们先把手放在这个位置。那么此时此刻，它的斜率是等于2的。斜率这是 K 的值，它是等于2的。显然它的倾斜角阿尔法1是落在这里的，阿尔法2是落在这里的。这是阿尔法2，斜率是2，倾斜角是落在这里的。那么我要想和 AB 这个线段相交，我这条直线就应该向右窜，向右窜。我越向右窜，大家有没有发现，越向右窜，直线变得越陡峭？向右窜，向右窜，向右窜，窜到什么时候打住呢？你看，窜到它和 x 轴垂直的时候，那么你就这个它就和这条线段交在这种地方了。越向右窜越大越大越大，大到90度打住现在呢，这是阿尔法2，为了和线段，我经过点 P 所画的直线和 AB 的线段有公共点有交点，我就向右窜。向右窜的过程当中，角就在变大到90度打住，所以呢，它是在阿尔法2的基础上向右取直，倾斜角可以是90度，但是呢，你所得到的斜率的值，由于我这段正切的曲线是无限的和这条 x 等于2/π的这条直线无限的靠近，永远不能到达。所以呢，当我无限的逼近90度的时候，我的斜率就无限的大，也就是 K 是大于等于2的。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阿尔法1的这个位置。当直线经过点 P 的直线和点 A 相连，这条直线它所对应的倾斜角是阿尔法1，它所得到的斜率是-2/5，我们把它也标出来，这是-2/5，这个倾斜角是阿尔法1。为了经过点 P 的直线和线段 AB 相交，我们就是在这条线的基础上向左窜，向左窜，你才能够和线段相交。向左窜，向左窜，在向左窜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用铅笔轻轻的画，你是不是变得
图像变得陡峭了，角变得越来越小了，越来越小。这个角比刚才的还小，你再向左穿，这个角变得更小，小到什么程度呢？在你向左穿的过程当中，和线段 AB 哒哒哒哒哒就交在了这种地方，一直穿到这个位置它是向左穿，倾斜角变小，倾斜角变小，小到什么程度呢？趋近于90度。当倾斜角等于90度的时候，斜率就不存在了。倾斜角无限的逼近90度，它就无限的向下延伸，斜率就无限的小下去。也就是我们的 k， 它是小于等于负的2/5的。好，落在这个位置，为了和线段相交，向里窜，向左窜，和线段交，它的倾斜角就变小，小到90度。所以要解决这种斜率和倾斜角的关系的问题，我们必须把图精准的画出来，然后一定要画上k 等于弹进的谁的正切函数的图像，你才能够并不是我得到了2个值，我搭边找到了2条线，把这2个斜率一求，一定比小的大，比大的小，不是的。必须要画这个正切曲线，看你的角到底是向哪个方向窜，是逐渐的角变大了还是变小了。所以这个正切曲线的图是必须要学会的。